大家都在说做这个包子啊非常难，很难。但你发现没有，大街小巷都有这种包子店。今天我就教你6种包子的做法，让做包子失败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其实这个包子呢就2个东西，一是皮，二是馅儿。我们分2天来做，第1天教大家怎么做这个馅儿，第2天教大家怎么做的皮儿。做这个馅儿之前呢，我们要打一个姜葱水和一个料油。姜葱水的目的是待会儿我们加在馅儿里面可以去腥，增加这个馅儿的嫩度。料油呢是增加这个馅儿的香味。我们打这个姜葱汁的时候，尽量不要选葱叶的部分。像这种葱叶呢，如果你打进去，它出来水它是绿色的，到时候你拌在馅儿里面就不太好看。头部呢白色地方我们拿来打姜葱水，直接清水给它灌进去。打入以后呢，我们将这个渣渣给它过滤一下，稍微给它刮一刮，像这个渣渣就不要了哈。这个呢打出来姜葱水呢，它的味道就非常的浓。肯定朋友说为什么不用手抓呢？如果你要做馅儿的话，其实我建议你直接把它打融，这样效果更好一些。接下来我们就炼一个料油，炼料油之前，香料里面有个炒果的东西呢，这个一定要拍破，把里面的籽给它掏掉，因为这籽它是苦的。这步呢，我们炼个料油，在锅里呢倒点油，我倒的油呢是菜籽油，就是你家里面你可以大豆油啊、花生油都可以，我今天用的是菜籽油。这时候有个3层油温之后呢，我们开始下入这个葱啊，先下粗的部位。好，再下入洋葱，这个火是开的最大啊。这里面的葱呢，主要是一个大葱、洋葱，还有一个香葱、3种葱，还切了几片的这种老姜在里面，炼个姜葱的味道。发黄之后，它里面的水分炸干之后呢，下入香料，提前用水清洗过的香料。后面我会把它打在屏幕上，自己下锅去炸一下它。这个时候就把火关掉了哈，快速的把这个料渣给它打起来。因为不能一直炸的话，这个香料它就会浮掉。我们让这个油温变冷之后呢，接着把这个油渣直接倒到油里面去泡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让这个油自然冷却之后呢，直接倒入料渣中，让它泡起来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料油就更有味道了。好，我们先做第一个叫香菇鸡肉包。这个呢选的是鸡腿肉，就尽量不要去选鸡胸肉。鸡胸肉呢它会比较的柴，尽量选这种鸡腿肉，去骨的、去皮的。我们给它切这种小粒。正常呢，我们拌馅儿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的肉呢一定是比你素的多哈。但是根据你的爱好，如果你想素的多一点呢，你就蘸个6成，肉蘸个4成。我今天是肉呢是蘸的是6成，素蘸的4成。这个呢是全生馅儿，给少许的盐，来点白糖、生抽，加点蚝油，来点这个现磨的白胡椒粉，少许的花雕酒，这不要太多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加这个姜葱水，一样的可以达到去腥的效果。这步呢，我们先给它朝着一个方向去搅拌它，把这个肉呢产出这个胶质，就产生非常粘手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肉呢摔到出这种胶质的话非常粘手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加入姜葱水。因为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我还适当加点花雕酒。如果你不想加，你就不要加啊，因为花雕酒在里面是去腥的，不要太多。姜葱水，我们先加1勺，让这个肉呢嫩的同时它可以去腥。再来一次啊，再加第2次。好，我们加这个姜葱水的时候呢，就少量多次的加，不要一次性加太多哈，一定要让这个姜葱水吃透到这个鸡肉里面。好，这个水吃进去之后，最后我们再加蔬菜。蔬菜有3种，一个是这个是焯过水的一个鲜的香菇，给它挤干水分了，我们加进去。这是胡萝卜粒，这个是玉米粒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时候呢，朋友肯定就要问了，这个咸淡怎么去掌握呢？我教大家一个方式啊，你可以取一小坨放在碟子里面，蒸锅里面蒸熟之后，我们赏一下这个咸淡。如果它咸了，你再加点料；如果它淡了，我们再加点盐进去就好。好，这个盐味调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给点这个土豆淀粉。来个3勺土豆淀粉，给它搅拌一下。搅拌好之后，我们再加入这个料油进来。这个料油为什么要炼呢？其实就是把这个香料、这个味道炼到这个油里面。这个油里面会增加这个包子的香味。加个2勺。这个鸡腿肉呢，其实它没什么油气，所以说我们需要补充点油进去。除了这个料油之外，我们再加点这个自己炼的鸡油啊。如果你没有呢，其实你就可以多加点料油或者是葱油的都可以。最后我们再来点这个芝麻香油，它油气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加其他油来补充。因为刚和好了馅儿啊，它会有点软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去放到冰箱里面去，把它冻成那种2硬2硬的状态再来包。你不要说刚和好就直接去包，让它稍微冷冻一下，让这个油凝固一下，我们再来包。好了，这个馅儿就和好了。第2个馅儿啊，做一个鲜虾馅儿。这个呢是去过虾线的虾仁，我们给它放在纸上，把水给它吸干一下。清洗的时候，我们顺便就把这个虾线给它扯干净。这个一定要把水吸干，你不吸干的话，待会儿这个虾胶是很难出来的啊。
别小看这些小小的一个细节，这个至关重要。吸干以后呢，我们放入盆中，有一部分呢，我们放到砧板上给它拍破哈，直接给它拍碎。它这种它自然就会出来这种胶质。好，这个稍微这个虾稍微有一部分来拍溶之后呢，我们开始用手去捏它，把这个胶质给它捏出来。这个也可以称为揉，要捏哈，这样去揉它。有一部分虾呢，它是经过揉溶的，有一部分它就颗粒。因为虾呢，它本身没有什么油脂，待会儿我们会搭配一点，这个是切好的一个五花肉的肥肉丁哈，肥肉丁基本上虾是3，这个就是1:3哈，肥肉它是1，虾是3，一定要加点肥肉粒，这样的话你的馅儿吃的才会滋润，不然的话虾它自身是没有油气的，尤其是做这种包子的话，馅儿它已经出这种胶质之后呢，虾胶出来之后，现在开始调味啊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正常的话，就是我们调料的话，就1斤肉你会加个4颗盐左右。好，来一小勺糖，给点那个现磨的白胡椒粉，先给你揉它，把它揉均匀，把这调料给它揉均匀，不要去加什么蚝油啊、生抽啊，因为它要吃这种虾汁的那种清甜味，不需要过度的去调料。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去摔它，把这个虾呢和这个肥肉呢完全融合在一起，你会发现非常的粘手，一定要把这个胶质给它揉出来。这个土豆淀粉，给个3勺的土豆淀粉。开始给它揉均匀，这时候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哈。就我呢，毕竟我们是厨师嘛，就喜欢撒那种生的，请你舔一下就知道。你们在家里面上建议大家蒸一下，这个对我们来说没啥毒。这个盐味有点淡，我们再补点盐。这个冬笋呢是提前焯过水，给它切成小粒啊。这要根据你的需要，比如你可以把它加成芹菜也可以，但我今天加的是竹笋，就是冬笋。这个冬笋一定要把那个水分啊，就是用个毛巾把水给它揪干哈，不然的话你加在这里面它会出水的。这个馅儿你可以放在那儿包水饺也好，包这种抄手啊、馄饨啊都可以，但是你要急冻，每次就是拿一小包出来解冻就好了，其他的就是放在里面急冻就好。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拿出来提前解冻。这个是自点店的化作油，我们加个2勺进来，再给它补充点油气，稍微在手上给它捏捏，稍微给它捏化之后呢，我们加到这馅儿里面，芝麻香油，这个馅儿呢就拌好了。它有这种颗粒的，就是一颗一颗的这种虾，也有这种碎的，也有冬笋，它吃起来它就脆了，非常的好吃。第3个做个香辣牛肉馅儿，这个馅儿呢它是生熟馅儿，有一半我们来炒熟，有一半是生的，我们给它拌在一起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将锅里炖点油，润一下锅。炒牛肉也要把锅润好，不然它会粘锅的。好，把热的油倒出来，再倒点凉油。接下来下入一半用油里你搅碎的肉末，这是一半。另一半呢，待会儿我们拿着拌馅儿。这样火呢是开的最大哈，因为我们这个锅呢，家里面火比较小，你可以把火开大一点。前提是保证这个肉末它不成坨，如果你火太大，油温太高，下去就会成坨啊。这时候我们牛肉炒到什么地方？炒到它在微微吐油的时候呢，我们给点这个，沿着锅边给它来点花椒酒，给它去腥，姜米和蒜米啊，再来2勺的香辣酱。这个酱呢是6个月的红油豆瓣，再加1半的这个香辣酱调配在一起，1:1。好，接着给少许的生抽，少许的白糖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好，炒熟之后呢，我们将它倒出来晾冷之后，我们接着再另一半生的牛肉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拌一下这个馅儿。炒好的牛肉末冷却之后呢，我们放入盆中，接下来再加入这个生的。大家肯定会好奇，为什么这个馅儿要做成生熟馅儿呢？我给大家说3个点，你都明白了。第一点，如果是全生馅儿的话，它蒸出来它是成坨的，吃起来没那么散。第二点，像豆瓣酱、香辣酱，它一定要通过在锅里高温去爆炒，这样它的酱香会更好吃。第3点，如果你把它做成全熟馅儿的话，它没有这种生牛肉的这种香味在里面，所以说一定要搭配点生的和熟的做在一起更好吃。这时候我们给它和在一起。其实这个方式不是说是我创的，而且是像我们小吃里面一个牛肉焦饼，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？像牛肉焦饼，它都是生熟馅儿加在一起的。这个馅儿和转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一块这个白色的豆腐乳，我们稍微给它捏融。再来一点这个我们这叫醪糟，可能你们地方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米酒啊？什么？反正都是这个东西啊。我们来一点这个水，加点在这里面，
大家在调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因为我们有一半炒制牛肉，其实它已经是有味的了，另一半生的呢，我们只需要加少部分的盐来调味就好了。我们给点糖，给少许的生抽，再来点这个蚝油。好，这个盐味和转之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淀粉，土豆淀粉来个3勺，和一下。因为我选的部位它是牛里脊，其实它本身就会比较嫩，所以不需要加过多的水。接下来我们再加1勺的这个料油，再来1小碗，这个是红油。如果你没有红油，你就可以不用加啊。芝麻香油我们再来一点。牛肉呢，它没有过多的油脂，所以说一定最后要补点油，不管你是补猪油还是这个料油，还是这个我刚刚放的芝麻油，一定要加油。好，这个馅儿就拌好了。另一个点就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菜在包包子的时候，我们还加点芹菜碎在里面，但现在不要加芹菜，因为芹菜的话，你放一会儿它会出水。我们什么时候包就什么时候放这个芹菜。这个馅儿还是一样的，我们刚和出来它是比较软，我们还是在冰箱里稍微给它冻一下，有点2匀2匀再来包。第4个来做一个名场面哈，猪肉大葱馅儿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开始给2勺的盐。这个基本上就是一进入的话，我们加个4克盐左右，因为你还要加起来酱油，酱油里面它自身也有盐味，包括蚝油也是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咸淡。白糖可以加一点啊，白糖它不是说大家觉得好像是甜的，其实它适当的白糖是提鲜的。接下来给点这个白胡椒粉，白胡椒粉在肉里面它也是起到这种增香去腥的作用。好，我们来点生抽，还有蚝油，打2个鸡蛋在里面。鸡蛋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度。这个肉呢，因为我选的是前夹肉，或者说你用的五花肉都可以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尽量是肥4瘦6的这种，你不要太瘦，太瘦的话吃出来这个包子它是没有这种怎么样滋润感的。还是一样的方法，我们把这个肉呢，给它抓住这种粘性，抓住这种胶质之后呢，我们再加点这种姜葱水，就是打碎的这种姜葱水，给它加点在里边。这个一定要先加水后加这个料油，因为其实水和这个油的密度它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先加水，搅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有点像打圆子一样，我们朝一个方向去转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再来2勺水。这个盐味呢，你和到中途的时候一定要去尝一下。如果你掌握不好这个咸淡，用个碟子装一小碟去蒸熟来尝一下这个咸味。不够呢，你可以加点盐啊。好，加了2次水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加入这个料油。提前炼好的料油，这个料油里面，因为它有香料和这姜葱炼过，它会有这些香料的味道。一旦把它换成油加进去，先给它搅转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2勺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料油啊加进去之后啊，接下来我们加入大葱。加大葱给大家说一个点，就这个葱的话，加进去当天一定要包完。如果你包完的话，它很容易什么呢？第2天会出水，甚至会发酸，就不太好了。好，我们把这葱加进之后呢，补少许的这种土豆淀粉，给2小勺的土豆淀粉。好，我们再来少许的这个芝麻香油。这个芝麻香油不要太多，加多了的话，它会吃起来比较的闷，有一点点就够了。好，这个猪肉大葱馅儿就拌好了。这个还是一样，我们稍微在冰箱里稍微让它急冻一下，就是冻到那种2匀2匀再来包。第5个来做一个阿伟的酱肉包，今天就把我的配方分享给你。因为这个是五花肉，我已经把这个特别肥的地方呢单独切。我们先煸的时候，先把这个油给它煸出来，再煸这个瘦的。如果是一起下锅的话，那个瘦的它已经煸柴了，肥的油还没吐出来。接下来教大家调个酱哈，甜面酱1勺半，这个是排骨酱，来个1勺半，柱侯酱我们来个1勺半。这样的话可以让你这个酱肉包呢，它更有一种复合的一个层次感的酱味。接下来给点这个花雕酒，为什么要加花雕酒呢？其实这个酱的话，它是比较细腻的，如果你直接下锅一炒，它很容易糊掉。我们也给它稀释一下。你在家里面可以加清水也可以，稍微给它搅拌均匀，调到这种丝滑的状态就好了。好，烧热以后，我们倒点油，把锅润一下。这个铁锅一定要润。好，润了之后呢，我们把热油倒出来，加入提前我们之前炼好的这种大料油，过滤一下，我们加点大料油在里面。这样的话，炒这个油呢，它就会有种香料的香味在里面。肥的这个五花肉粒啊，切成粒的，先下肥的，来点这个葱段和姜片啊，放进去，大葱段和姜片，火呢就是开的是最大的火，给它煸炒起来。好，把这个肉粒煸到稍微的有点吐油捐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入瘦的这部分。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不断的翻炒它，尽量让每个地方的肉啊都能炒得均匀一些。
火呢一直都开到最大的火啊。好，这个时候煸到什么程度呢？煸到这个另一部分肉啊，它在吐油之后呢，它在飘啪啪出香了之后呢，我们再下入点花雕，更好的给它去腥。把火先开小火一点点啊，下入这个酱，开小火让它把这个酱味给它燃香，稍微燃出来。我们再来点生抽，2勺的白糖。这时候你可以拿个筷子来简单赏一下味道哈，赏一下这个酱味啊、咸味啊够不够。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加盐，或者是要不要加其他调料。这时候你可以拿个筷子来赏一下这个味道。这时候它味道已经够了，最后我们勾点薄芡。什么叫薄芡？就水淀粉，可以让这个酱汁更好的裹在肉上面。一定要来点这个芡汁。勾芡的时候可以把火稍微开大一点点，这个馅儿就炒好了。我们给它装起来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包的时候再切点种生的葱在里面就好了。这个姜肉馅儿炒好之后，一定要把这个葱给雕出来，不然会坏的。因为这个是炒过的姜葱，其实一定要给它雕出来。你别看到它油多，它经过冰箱一冷藏，这个油它就会凝固了。最后一个呢，我们再教一个梅干菜大肉包。这个梅菜呢，提前2个小时，我们给它浸泡一下，现在给它洗一洗，把里面杂质啊给它清洗干净。好的，洗过的梅干菜呢，我们用手把多的水分给它挤一下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洗过的梅干菜呢给它炒香。锅里呢不要去加油，也不要加水，我们先给它干炒。这时候开个中小火，慢慢去干炒它。炒汁过后呢，它的香味会更加的香一些，才把它香味激发得出来。一定要炒啊，不要去剪懒。这梅干菜炒什么？炒到这个水分发干以后呢，基本上干香味出来之后，我们下点什么呢？下点之前这个料油，好，沿着锅边来点这个料油，再给它炒一炒。接着我们刚刚倒出来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炒一下肉，还是弄点油把锅呢润一下，不然会粘锅的。油热了之后呢，我们将倒出来，放上凉油。好，这个凉油呢，直接放入我们之前炼好的料油，把它香料稍微给它过滤一下。一样的，这个肉呢，我们分2种，一种是肥的，我们先下肥的，给它先煸一煸。这个火是开到最大的火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多的肥肉呢。油脂给它煸出来之后，它会有点发绢了之后呢，我们下入瘦的部位，瘦的肉下进去，来点姜片和葱段啊。这个时候煸到这个肉啊，它就出香之后，什么叫出香呢？你看它在微微啪啪啪的响的时候，它就出香了。现在我们沿着锅边有点花雕酒，给它进一步去腥。这步呢，我们把多的这个油稍微再挖点出来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要下点黄豆酱和这个老抽啊、生抽啊。有油的话，它是上不了颜色的啊。这个油呢不要倒掉，我们最后拌的时候再给它放进去。这时候把火开到小火，现在开始什么？下点黄豆酱，小火慢慢去炒它。一点老抽，再来点蚝油，来胡椒粉，一起给它炒匀。好，颜色上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入之前炒香的这个梅干菜，倒进去一起再翻炒一下。这时候把火开到最大，就去翻炒一下。这个肉如果你想吃的软一点呢，什么方式呢？你可以在锅里加点清水，我们收个10分钟。好，盖上盖子，我们收个10分钟。好，10分钟以后呢，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加少许的白糖，再把这个之前我们打出来这个油呢给它倒进去。好，搅拌均匀。这种烧过之后呢，这个肉里面就有梅干菜的香味了。这个姜葱一定要雕出来，不然它很容易发酸的。现在是包不了，你热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包，就是我们稍微给它冷藏冷冻一下的，再来包。好，接着我们放到旁边，让它自然冷却，冷却之后放到冷藏冰箱就好了。这个馅儿呢已经做完了，接下来第2步教大家和面啊。和面呢，先说一下，像我们做一些包子、馒头啊，尽量选用什么？中筋粉和低筋粉来做，不要用高筋粉。高筋粉呢对这个发酵环境呢比较苛刻。你看我们平时吃的什么餐包啊、吐司啊，这些都用高筋粉来做，它就要通过一个恒温的一个新发香单独来做的。我们家里面不可能有这种东西，所以说建议大家用中筋粉或者低筋粉来做。第一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是2斤的这种中筋粉。平时呢我们都是用这个酵母来发，像夏天的话我们加个1斤面粉会加5克，冬天因为天气比较冷，会加到7克到8克左右。我这里呢是16克的一个酵母加到里面，给它揉均匀。夏天我们这儿温度基本上就是，我是夏天是25到30度左右啊。冬天呢，我们这儿是0度到5度左右的温度，就你结合你家里面就是温度的实际情况。
这个呢是一个温水，我们把这个白糖加点到温水里面，给它化一化。为什么加白糖？白糖的话可以增加一个二氧化碳啊，就是我们发酵的时候可以增加一部分二氧化碳。这呢是我一个做这种白糖师傅，我入行的时候就教我这样去发面。这个温水呢，就是温度啊不要太高，我们一定要是25到30度左右，差不多哈。你别太高的温度下去，你的酵母就全被烫死了。这个猪油也给它加进去，猪油的话，1斤面粉加个25克，猪油的话加到面粉里面，你可以让可以增加这个面的光泽性。这个水呢，今天我就没有称比例，正常的话，1斤面粉它就是吸水性是5两到6两左右，我就凭感觉来加了。这个揉的时候呢，你就水多的时候就加粉，粉多的时候你就稍微加点水，但是呢，你要揉到一个节奏，不是说你都没揉匀你就开始在加水，一定要揉匀，我们再来加下一步。如果觉得有点稀，我们再来加点粉就好了。其实这个没有那么的神秘啊。这个手感呢稍微差一点点水，我们再补充一点温水就好了。这个真的是水加多了，我得搞点面过来。真的加多，来给我倒点面粉过来。哇，啥情况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没有案板是不好整的哇！粉又扑在身上了，待会儿水面又和稀了，让你们见笑了啊！这个面来揉的时候，一定要揉到这种光滑的状态啊，不然你待会儿醒发出来的包子啊，它就是坑坑包包的，就是表面不是那么好看。一定要揉到这种光滑的状态，盖上保鲜膜，再让醒发一会儿。好，兄弟们姐妹们，这个面呢基本上就发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情况。你凭肉眼看，你就感觉到这个面呢，其实比你刚刚揉的那个面大个2倍到3倍左右。这个和你温度有关系，比如像我这边现在是0度左右，发到这个样子，可能你那边的温度，像广州啊那些比较热的地方，可能10几度啊，它发的时间就比较短，甚至有些东北地方可能零下几度啊，10度左右，你要发长一点。接下来再看里面的构造，里面它是有很多的气泡的，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结构，它很多的这种小泡泡。这个面经过发酵之后呢，你拿出来之后呢，一定要再次的揉一下。如果你没有揉光滑、揉均匀，就直接去包的话，你包出来它是疙疙瘩瘩的，有点像那种月球坑一样，表面非常的不光滑。好，我们先分一半的面，我们来给它揉成条形。揉成条形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下个剂子啊。下剂子之后，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去抓的。其实在，正常的它是这样用这个虎口啊，这样去切一扯，大小都一致的哈。如果你掌握不了这个大小的话，你可以用刀来切，也是不错的。看，就是左手你箍住这个剂子大小，右手一瞬间使劲用力一扯，它就掉了，我一扯就断了。好，我们稍微给一点少许的粉，给它拍一拍压一压，找两个干净的毛巾，我们给它搭上，不要让它吹干了。现在这个面呢已经发好了，剂子也下好了，最后有3个馅儿需要处理一下，我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处理。像这个牛肉馅儿的话，如果一开始我们把这个芹菜直接和在馅儿里面，它第2天就会出水。所以说怎么做呢？我们包多少放多少芹菜，这样的话就便于你的一个储存和这个没包完了也好收捡一些。你要包这块的时候，你把它芹菜放进去。你和的时候呢很简单，你包多少就和多少，另一边呢不要去动它，这边呢你没包完的馅儿你还可以急冻。下次呢还是通过相同的方式拿出来，再解冻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芹菜。这个梅干菜的葱啊也是一样的，不要一开始拌馅儿就加在里面，它会发酸，而且呢不好吃，它也没这种清香味，就是我们包的时候再放在里面。第3个呢，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酱肉也是相同的方式。酱肉呢，我们配的是大葱，这个葱大家都知道，酱肉包一定要配这个大葱，像什么酱肉肉丝啊，这些配的大葱才最好吃。一样的方式，我们包的时候给它简单的和一下啊，包多少和多少。好，下面就开始包了，大家看一下我的包包子的手法，主要教大家怎么包包子，这个也很重要。不然你看了视频看到这个就你放弃了，你就吃亏了。一定要看一下怎么包的啊。包包子呢，这个面呢一定是中间厚，两边薄，你可以用个擀面棍，或者是用手来压。看，轻轻的给它擀一下，这样的话中间是厚的，用包子要去扯，中间太薄它就包出来馅儿就会漏掉了。教大家一个最土的方法，你没有擀面棍怎么弄呢？这呢稍微有点粗暴哈，就比较粗暴一些，我就用手啊这样一捏，我的中间也是稍微有点厚的啊，也能达到这种效果。只能说呢，它包出来呢，明显感觉到擀面棍擀得更光滑，手捏呢没那么光滑，所以说你包出来包子它也没那么光滑。我们填馅的时候，这个手啊，它自然是个窝的形状，又像个小碗一样，把这个馅儿呢包在这个碗中间，一定要去压，把它压紧实。这个馅呢，你不要说把这个填到边缘，填边缘的话，因为这个皮它沾上油之后呢，它就不粘了啊。就是你的大拇指
右拇指，这样是个90度的夹角，你看很正常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右手一拉，好，拉5下之后，你看左手跟着就要去转啊，因为你随时要保持这个角度，其实有点像在数钱那种感觉一样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手就要立起来，稍微因为角度越来越低的时候，口越来越小的时候，手就要稍微要有点角度，要立起来了。只用指尖了，在后面就只用指尖了哈，去叼这个包子，看把多的东西掐掉。一般包子呢，它的褶皱有15的，有24的，我今天包的24，就最少也要15个花纹。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普通人能不能学会包包子啊？我们现场找个工作人员来试一下，我们的导演叫他过来试一下啊。他也没包过包子啊，不是我的托哈，你看一下他的手法行不行？来，直接把这个衣服都捋起来，袖子弄一下，待会儿你的整张面粉整脏了衣服。这看着很阵势很大啊！他弄这个，就这个，因为看直接粘住了是吧？没粘。稍微要给点铺粉，案板上。对，然后这样捏嘛，捏边啊，对，你要保持中间厚，中间厚，边薄。对，弯起来是吧？细节。对，一定要窝起来，就像个小碗一样。我真没包过，然后不能过边儿。对，过边，因为它有油的话，你那个叠皮之后它就不会粘在，它会就是粘不拢。但是我感觉我已经翻车了。啊，你把那个馅儿往中间给收拢一下，它太散开了，你不好弄的。别投是吧？然后数钱，就是然后我就记住是数钱，就数钱，一拉一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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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怎么？我这个手没夹。你这2指头、3指头都用起来了，有点丑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觉得你这样在家，反正你能包，你能吃，反正是。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分享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，感谢他给大家分享。就这个包子啊，就最主要还是。就怎么说呢？这个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它真的不能言传，就是你要自己去感觉，就是你的手指这种，肌肉记忆。其实你包的多，它自然就有这种感觉了。就是它一定要配合。这个包子包好之后呢，一定要经过2次发酵。这个呢是刚刚包好，你明显感觉它表面它没有膨胀，就是我们让它发酵过，就是让它更大一些，再来蒸。发的同时呢，一定要喷点这种水。为什么要喷水呢？在常温下的话，它表皮很容易吹干，我们要补充点水分。好，半小时之后呢，看一下这个包子已经发酵好了，表面呢明显的已经膨胀起来了。我这里的温度是2度，我就发了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根据你个人的情况，不要发的太过了，你太过的话，这个包子就会发酸。现在我们开始蒸，这个是开水蒸包子，不要冷水蒸包子啊，一定要用开水。我这个包子的大小呢，就这个包子呢蒸个12分钟，但是如果你比较大。这种时间你可能要蒸个20分钟左右，这个12分钟就够了。烧开以后呢，12分钟。好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现在我开始试吃了，直接拆盲盒。这个包子呢，要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了。我就目测一下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啊？看，哟，这是牛肉馅儿啊！看牛肉加的芹菜，香辣味道的。哇！这是真香啊！让我想起了那幅画，那个人在这坐着在这吃饭，真香，这就是真香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好，这个牛肉包呢，入口之后呢，首先它这个牛肉的味道很浓郁，而且它馅儿呢，它不是说成坨的，因为我们用的是生熟馅儿，它是散开的，加上里面的芹菜，它是脆脆的感觉，真的很舒服，是香辣的味道。其他几个味道就提供给大家，就是你们可以做一个选择，有辣的，有不辣的。
就像我平时做菜一样，每次都会教大家6个菜，有简单的，有复杂的。我相信呢，总有一个能给你做一个参考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做菜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嘛偶像。我再尝一下其他味道，刚刚吃了个香辣的，这个我猜一下，可能是这个。我跟你说，瞅着一样吃。哇操！这个你看这个梅菜的，爽不爽？瞅着照吃，知道吗？你吃这个就好了。没有，瞅着照吃。我跟你说，包子好看不好看不重要，是吧？味道不会差一样的。你这，我就没说你包的不行，你别找那么多借口。自己包的最好吃，知道吗？自己包的最好吃，报复加成。哇，就这个馅儿呢，经过水煮过之后啊，它这个肉呢比较软糯。这个比你上次在你家门口买的5块钱一个包子好吃多了。后来结果它还垮掉了。